親愛的朋友們，大家好，大家晚上好。好，今天呢，咱們再聊一聊面相的一些知識啊。对，昨天咱們给大家唠叨了一下關於面相中這個額頭的這個部分哈。這個你看一個小小的額頭哈，就是有這麼多的內容。其實細講的話，可能有180種內容。只是說呢，我們在研究這個相學的當中的玄的部分，就是很有細節的代表性的部分呢。事實上就是其實很多人還沒有這個研究得很透徹，因為沒有研究很透徹，就像我來說，就是知道個大概啊，對，還不是高手啊。對我來說，相學呢，一直吸引着我，但是我呢，就是一知半解的啊，學得不精，但是也想說，大家也喜歡這樣的一種知識，這樣的話題，就是和大家這樣溝通聊一聊。那麼所有的朋友呢，如果你有相關的問題呢，也可以問我啊。如果說算命說看我明年命相怎麼樣，明年的命運如何啊，這些呢哈，或者說我要搬家啊，6月份搬家好不好？或者12月份結婚好不好？你可以抽菩提靈籤啊，那上頭通常比較靈啊。如果你真誠祈請，抽籤就是比較靈的啊。所以這個面相這個知識啊是非常廣博的，它既有它這個就是固有的叫形的部分啊，比如說你這個額頭，比如說是不是開闊呀，比較寬吶，還是凸起呀？還是挖下去呀，還是像一個丘陵地一樣高低起伏不平啊？氣色呀，有沒有傷疤呀？有沒有那個地方有某些皺紋呢？你看皺紋和皺紋都不一樣，額頭的皺紋，也這個包括印堂的皺紋，就兩眉之間的皺紋，每個人都不一樣。你細看的話，就像長相一樣，完全不同的。它完全不同的話呢，這樣它的意義所代表的意義就是有了差別啊。所以呢，那你有些問題呢，也可以說一說與相相關的問題哈。你想不讓多看的部分呢，你照那個局部也是可以的啊。你像昨天說有這個額頭有受傷的啊，那我就提示，那受傷額頭，你說區域不大，其實這個受傷的磕的正前方和側邊，它就意義不同。你磕到額頭上和磕到眉毛上又不一樣，眉毛還分磕到哪一段，是橫的磕的還是是豎的磕的啊，又不同了。所以它就這麼多精細的部分啊。对，如果你想提供一些訊息呢，想跟我聊的話呢，那就要發些圖片啊。只是說敏感地區的朋友呢，說為了大家都方便的話，你就不要發這些圖片了，好吧？你可以用卡通圖像往上畫也可以，好吧？如果想，對，想給我看這些東西呢，還有些內容可能，就需要我們可能這樣對話語音溝通啊。比如說我接受了你的訊息之後，我想跟你討論一下一些相關的事情。對，那你呢要本着說實話，否則的話，你跟我來聊這個天呢就沒有意義了，就讓我判斷錯誤。你不要想到我是個神人，我一看你的這個訊息，我知道你的一切，這個真是還不一樣，我沒那麼神。很多事情需要我們溝通一下啊，對，可能會更好一些。所以呢，你呢跟我溝通也要實在一點，真誠一些哈，有啥說啥，實話實說，因為我們還是在最終的目的，還是希望也能給大家帶來一些啟發，或者解決一些不吉祥的問題。像昨天我就遇到有幾位那個相學上來說是有一些坎坷的哈，有問題的，甚至是我說的語氣比較重，我只是從我所已知的相學當中那麼講，所以再次聲明哈，所以我不會說
我喜歡你，我就說你好，明明不好，我也說你好。哎，那我討厭你，好也是不好，我們不會這樣做事，不會這樣做人，我會比較直來直去。但只是呢，我可能會有保留的說，非常極大的厄運，我這樣告訴你之後，你可能受不了，這樣我會嘴下留情，或者有保留的，不敢說太重。但是我的語氣較重的時候，你也需要小心一點。但也有人說，你看，你說，比如說2、3年，他可能會遇到一些災難不好的。你看，現在4、5年過去了，災難不是也沒出來嗎？這是不準，這個就太好了。我寧可我看不準，寧可算我就是學藝不精。你沒有災難，不就開心嗎？那你有災難，當然如果災難大就是要命，小的話受傷。但哪一個災難都不是開玩笑的，所以我們不希望你有災難。說這個部分我寧可我是看錯了，啊，說不定，當然也許就是說你祖上有德，你自己可能也很會做事，這個災難給他就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了，這不是很好嗎？我們就怕的是說，比如說過2年你就死，就過2年你真死了，這個它不是個玩笑。他這人死了之後，無論怎樣來說，都是一個很可惜的事情，啊，所以我們希望大家都是幸福快樂的，所以現在有問題嗎？如果有問題的話呢，我們也可以聊一聊問題。如果沒問題，我就會講知識哈。坤提，有問題哈。好的。有一位網友，他叫貓蒂達安娜。他問師父說：“師父好，弟子自出生以來，左眼外角下方就有一顆痣，聽說這個痣位於淚痕線處，位置不太吉利，懇請師父慈悲開示與指點。”他也發了他的照片。對，他叫什麼？貓蒂。猫蒂哈。這位猫蒂呢，他在這個左眼角下這個，我不知道這個算不算淚痕痣哈？這個，這種顏色哈，就是不是黑又亮的哈，通常不是黑又亮的呢，通常就不是特別的正面的啊，這種是一個痘痘一個痣哈。這個其實到有些時候，如果你想點的話，是可以放棄它，可以把它點了都行啊。這個從對於做事來說哈，我不知道他結婚了沒有哈。如果就是他在這個左眼角顴骨前方的話呢，通常有痣，如果長得好的話，其實也是旺夫相。對，任何東西也是有失有得哈，有旺夫相，就是但是呢，但是長在這個位置來說的話呢，也是他的情緒哈，肝火還是比較偏旺的，對，所以要注意說話，因為肝火偏旺，因為我看你的眼睛的氣色它不是很純啊，眼白的部分不白，眼白發青，裡頭有其他的深紅色的線。那之前我們講過閻王爺那個叫3把刀哈的時候，其中講到有一個鈎子，在我們這個眼角外側這個眼白之中哈，其實就有點像那個小紅細血管，那樣明顯，或者是說不清是什麼顏色的一些眼白之中的斑，那這些呢也是比較明顯的這個肝氣較重，因為我看他那個眼球哈，這個我也不知道是照相的原因怎樣的，就是眼球稍稍有點凸，有點外凸，還有他的臉的色呢偏白黃色呢，就有點就是火烤的煙燻色，就是我還是懷疑，他這個肝火偏旺的人，所以肝火偏旺的人呢也有旺夫相，
因為他做事急，他自己呢也會比較愛做事，愛做事的時候也很認真，就很計較，所以呢就是旺上加旺，所以無論對自己的事業還是對於結了婚的先生來說，其實都是有幫助的。這是正面的哈，它的負面就是因為肝火旺，通常就是做事情太風風火火，脾氣比較大，脾氣大呢就會出口傷人哈，就說話可能會比較重一些啊，那這個就注意你的情緒的這個把握，他的這個眉毛還比較稀疏一些哈，眉毛稀疏呢，就是就是情感哈，情感會淡漠一些，不像有些人呢，就是每天他老大不小了，可能40、50歲還含情脈脈哈，就是這個那種呢，人的眉毛會比較彎，而且眉毛都是有的，那麼這位女士呢，她這個眉毛呢比較淡，因為照片上我看到還是有畫眉哈，不知道有沒有紋眉哈，畫的重，但是眉毛不太明顯哈，所以她的這個兄弟姐妹的情感會比較淡薄，乃至是獨生女都是有可能，但是因為她這個眉毛，她有畫眉毛哈，也許有修，我就看不清她这個兄弟緣之類的東西啊，但是所以兄弟姐妹緣也比較淡薄，情感，綜合性情感也比較淡薄，大概我說到這個部分，但是他之前因為得病的原因，他也是傷過元氣，傷過元氣，那所以他的這個婚姻姻緣呢，經營的也不會特別好，對，會有一些令自己很失落的東西，人家問的是啥呀？就是他。就是那個痣嘛哈，因為這個顏色它不夠說比較正面的，所以通常呢，要麼就是血紅的點兒是吧？要麼就黑又亮。它這個呢痣不算小，比像芝麻粒兒那麼大，但是它的顏色不是特別正，那通常還是比較偏負面。說如果能點盡量點了，這就是我的看法。他的臉上呢，鼻梁上有些那個包啊，有些時候可能像女士有些是這種是脂肪粒，通常脂肪粒用那個小針尖哈，消一下毒，點一下往外擠一擠，就是裡頭一個黃色的，其實像脂肪一樣一擠就出來，是油脂啊，白色的。還有的是化妝那個粉哈，就是沒洗掉。或者是抹那個防曬霜啊、防曬液的，抹太多了沒洗掉，就捂在那兒，使你這個汗眼兒吧，堵住汗眼兒，就像毛囊發炎一樣的這種，擠掉就可以了啊。大概就說這麼多吧哈。感恩師父。那我們再看下一位。好。就這個小姑娘，她的媽媽可能是發的，說她的媽媽叫咪咪 L，她說師父，請您幫我看一下這個孩子的面相，她體弱多病，感恩師父。昨天師父，我們那個網上好像也是這一位網友有問他的孩子額頭上有疤。這他幾個孩子了？這個可能就是第3個孩子吧。昨天有問2個兒子的事情，對，今天問女兒。
哦，他这個照片，反正我現在看到的也不是特別清楚啊，就是有那個輕微的馬賽克，所以相學之中呢，你差了一點兒啊，那命運就不同了。所以我不知道他這個照片是怎麼回事兒，因為我覺得像那個他有寫嗎？沒寫字兒吧？他這個我不是他那個眉毛有磕破過嗎？看着好像是有一個疤似的，在右眉上面。所以你的照片一定提供的比較清楚的啊，要不然我會說錯哈。對，就是你反正臉上啊，就是摔傷啊、磕傷啊或者外傷哈，都是不好的啊。在眉毛上磕了之後呢，就更不好。對，所以這個孩子，因為照片我看不太清楚，朦朧的看。就是不是朦朧的看，就是看着就比較朦朧的照片。如果沒有猜錯的話呢，這個孩子呢可能，容易看到什麼東西，是這樣有點看到一些啥啊，有點那樣的敏感體質啊，對，還有就有可能這個孩子會也出現。如果看到照片上的內容沒有問題的話呢，那這個孩子有可能會容易出現多個媽媽，就不是一個媽，就會出現這樣的事兒哈，對，對這位網友他補充說，這個是他妹妹的女兒，然後眉毛上確實是有疤的。哦，那對，如果這個照片大約是這樣的話，就是他的體質實在不好，應該叫靈異體質，他容易看到一些東西，這些東西是邪氣，是這樣的，他別的信息也不說呀，你不說，變成沒有什麼可討論的哈。那這位網友在嗎？貼。對，他應該在線上，我們看一下哈，這個mini網友，如果您在線上，可以打開麥克風，可以跟師父直接的溝通，就是在右下角，對嗎？是，是貼的。好，看他在不在。浅哈，我這樣說話聽得到哈，聽得到哈，哦，對方掉線了。
說法嗎？通常情況下，眉龍骨比較高凸起，或者邊緣上要隆起的話，就有點像，那種照片上那個猿猴的那個眼睛周圍的那個骨骼像的話呢，通常会就是它的能量比較足，和能做事兒還是两碼事，但是它就偏能量足，是這樣，就男孩和女孩这個有區別嗎，師父？就是男孩子眉龍骨凸起和女孩子這樣子的話，我們會，我只能說個朦朧一點哈，男女相是不同的哈。要是眉龍骨稍微凸起一點，男生好一些，女生呢眉龍骨凸起的話就會偏暴力，就個性可能會偏野蠻的男性一些啊。對，那對於女性來說本身是不利的，那這樣的話就可能容易克夫，這是我的一個理解哈。感恩師父。那我們女性要是眉龍骨凸起的話，我們就學得溫柔一點哈。好的，那個師父，剛才那位師姐 Mindy 她又上線了，我們試試看看。可以啊，就聊一下她那個外甥女哈。對，她妹妹的孩子。好，她叫 Milly 是吧？ Milly 打開了嗎？要點一下嗎？不需要點啊。Hello， 師父。你好。你先，我怎麼稱呼你啊？告訴個性別也可以，告訴個姓也可以。我是女的，我姓奉上，是師父的弟子，奉上。奉上哈。好，奉上你好，你講一下你的，是外甥女的事情哈。她3歲的時候發高燒，導致她的右腦燒壞了，然後對燒壞了，然後就一直要吃藥，然後醫生說她的腦電波很不穩定，久久就會發作。上2個月她又發高燒，又出抽筋，急忙送進醫院。她好像每次發高燒就會這樣子，情況眼睛會發白，這樣子很危險。今年已經9歲了，師父他跟媽媽很不聽話，叫他讀書什麼他都不到現在他醫生說可能智力會比普通年齡的少4年，慢慢。對，那這種就是我覺得能追求健康就可以了，就是別追求學業了。好，我會告訴他。對，是的，師父。從醫學上來說，他是腦給燒壞了。從我們來看的時候，他其實有那個邪氣上身哈。所以他有沒有什麼異常的表現呢？他眼睛每次都沒有神，然後一直看着遠方，眼睛這樣掉掉的看遠方。他有沒有說過說我看見啥了？沒有。沒有，他沒說，可能不會表達吧。那對，他會說話是吧？他會了以前比較慢，現在會了，會了，會說華語了，會了。這個情況，這孩子也挺可憐的哈。這個這麼小就得這麼重的病。醫生講醫藥不能停，他的藥要一直加深，我們有點擔心，而且他的體重一直在增加，很胖一下，大肚腩。對，他這個是不是也會？他是不是也會吃那種激素類的藥啊？會，就是激素藥類那種醫生給的那種藥，好像是一直要長期吃，一直在加量着。醫生說不可以停了。他跟父母不聽話，一直不聽話，發高燒住醫院，也不管他媽媽，不要給他擦身，這樣子一直發呆，腦袋不知道在想什麼。他也許沒想什麼，反正就是和他離他最近的家人之間，他的配合度幾乎是沒有的，大概就是這樣的。那就是智商的問題。
他看心情。嗯嗯，那这樣的孩子，他的情緒還經常會不太好啊。對對對，師父，他也是弟子，我們也叫他叫鳳貝。哦，寶貝的貝。我們只是念佛做功德給他，對嗎，師父？對，他這個情況，這不知道什麼原因當時造成的，但是我看到的和醫學上的它是不太一樣。OK， 我看到就是邪氣上身啊。OK， 對，那這樣子，這個我們今天聊天之後哈，在這1個禮拜左右呢，我就開始呢加持這個小女孩哈。好，謝謝，感恩對，感恩師父。對，那她我會拍比較明顯的照片。對，她也有這個靈魂出竅哈，就是說她這個好，這魂不附體啊，所以這個我會把她的給她安魂啊，好，感恩之後再為她消災，再為她開智慧，好吧？感恩師父，感恩師父，感恩，謝謝你，謝謝你，好的，行，那我師父，坤提覺得有問題嗎？師父，就是這位師姐，她昨天也有發照片，孩子的照片來請問師父。不是這個孩子呀？對，是他的兒子。趁師姐在線上，師姐想不想跟師父有更深入的問題嗎？關於您的孩子，我印象中是您2個兒子額頭上都有疤。對，是嗎？就是都有疤。對，另外一個兒子也是，他最近一個照片，他的疤更深，好像一個 Nike 的血。那麼這2個孩子就是他的疤痕在額頭上一左一右，對嗎？對，是師父一左一右。哎呦，因為昨天這個部分，我記得我講的比較重，對，因為我看到的感覺比較重一些師父，以前我夢到你跟我說，我做了一次功德，我夢到你跟我說你來，那然後你就不見了。有一個女生，她就跟我說，你看這後面是一大的主業，這麼大的地方是我們的主業很有錢。我不認識那女生，她就說，可是這個屋子他們放我一個人在這邊死去，因為我中了一個奇怪的病，他們全家都搬走了，我們是很富有的，所以我知道她很怨，那個女生很怨。然後我就醒起來，我就毛骨悚然，我跑去問我家公，就是我的先生的，就是他們張家的祖先嘛，我就問他，你的祖先有沒有這樣子？他講在中國是很有錢的，對，很有錢，很多稻田，對，好像是有生一個病，我們全家就搬走。有聽到他爸爸講過，我講我就心一直涼了，我就覺得這個女生可能，我就問她的名字，一直挖到中國那邊給我一個名字，然後我就一直有超度她，然後一直誦經給她這樣子。可是看來好像沒什麼幫，我的兒子也是這樣子。就是從這個相上來看的話，這些對你的孩子都是不利的啊，因為左邊一個疤，右邊一個疤，就是一個孩子一人一個疤，一個是對哦，一個是在右邊。你給我看的是右邊的那個疤的哈。對，左邊的過後我也發了，可是沒師父下線了。左邊的也發了。哎呀。我應該是要一直做功德對嗎，師父？他這個，首先我承諾會幫你哈，那麼這個孩子有時候他都長這麼大，第一個出生的相就是他現有的相貌。這個是沒人可以代替，也不太容易改變的。但第二個磕這個疤，磕哪不好啊？你磕在身上沒事，你磕在臉上就是問題。所以這個
所以昨天我講的比較多，像您這個孩子這個8和祖宗之間的關係哈，我記得是說過，這爺爺奶奶那邊的不單純的關係哈，有點混亂的關係，但是他們的一些行為，可能觸及到道德呀，或者是傷害呀之類的，所以呢，這個能量呢也傷到了就是你的孩子，也就是他的孫子啊。對，所以你的孩子來說也是其中，因為祖業這個問題讓他們吃虧的，所以這個你的2個孩子也得好好養，做功德才行。我說的應該你明白對吧？明白。對，所以我就不能說再重了啊，再重你聽着不舒服了就啊。因為通常的相學呢，它是瞞不了人的啊。這個相學是如果看得準的話，是挺厲害的。它就有點像那個打開一部電腦，它裝了哪種設備，就有那個零件在那裡，大概就是這樣。所以這個相學也是這樣子，你有這個相，就有這樣的一種命運。還有是有很多涉及到前世今生，還有這個祖宗8輩的一些問題，在自己的孩子在自己身上都有所體現啊。你這2個孩子額頭不小，但是呢，吃虧就吃在額頭不小上頭，因為它的比例結構不是特別好啊，好吧，就增加這麼一句，你自己是明白的啊。只能說，我先看到的是這個孩子的祖輩上的一些問題，那你作為孩子的母親來說的話呢，反正多修行啊。如果你們家裡不是特別缺錢的話，你應該到禪堂去做義工，身體力行的為眾生做一些服務的工作。我覺得對你的孩子應該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幫助。你是離哪個禪堂近呢？明月禪堂，我都在做義工，做推廣。好的，太好了哈。我就希望你呢要好好的做真正的義工，好吧？好，我覺得會對你的孩子幫助巨大。好，對，收到師父。要不然的話呢，就是說孩子的問題會變得比你想的會重。好，我會幫你們，好吧？感恩師父，感恩。希望你提到的這3、4個孩子哈，希望他們都是前途無量啊，前途光明。收到啊，收到。這個佛光普照他們，保佑他們，好吧？好，收到。对，讓你們的家人和子女越來越好。收到，感恩師父。好，謝謝你。謝謝師父，謝謝。哎呀，這人生不容易啊！這沒孩子想孩子啊，來了孩子啊，這養孩子不容易。你不知道生的孩子是什麼樣。我也遇到過一些，比如這個夫妻倆都特別能幹，又聰明又智慧哈。對，因為才高八斗，也都是那種高級知識分子。有這2個夫妻倆這個都這麼能的話，也有的多數裡頭生的孩子啊，就比較聰明伶俐啊。比如說這個父母讀書都很厲害的話，生的孩子讀書也很厲害。但是有少數這個非常聰明傑出的父母生的孩子反而確實不傑出啊，就是他的智商啊和普通人都有些差別，就是不夠那麼好，就像他們說正得負哈，對，就是互相給抵消了這個能量。我覺得還是與這個基因，那基因靠什麼組成這個基因呢？靠行為，就是所謂惡業善業的行為，產生了你不同的基因現象，而最後變成了不同的命相。好，我看還有什麼問題哈？有的師父，這一位叫Marie Tan的這一位網友，他想請師父看一下他的面相，從面相來看，財運啊、經濟狀況或者是理財的運勢方面，有什麼可以注意或者是改善的嗎？
如意。如果现在给我发的照片来说的话，这个财运现在是不理想，财运不理想啊，不太好，就是，这就是我的答案。如果可以注意什么呀？很难讲。他这个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财运比较大，也就是比较有福气哈，你財運比較大，比如一般人可能存的錢，平均家庭不到100萬，那你這個財運差的人可能比這樣的人還要差，或者是沒有存款，甚至是借錢。還有的財運是這樣，比如說40歲以前啊，順風順水啊，什麼投資啊、工作啊、生意哈，就能賺一筆啊，可能賺了1、2千萬或者更多。但是呢，因為還是這個福氣不夠的話，可能接下來就有新的投資。說我已經賺了錢了，那我賺了錢存在銀行呢，就手就比較癢，心也更癢，總覺得說這個錢呢，因為江湖人都會講，錢放在銀行哈，它不是有通貨膨脹這個事情嗎？就是你的錢越放着，它就越貶值。如果你在銀行存了100萬，那麼10年之後呢，這個你的錢就可能形同於70萬了，就是它的價值就貶值了。那麼銀行給的利息呢也不高，那所以的話就是說，那些投資的人就勸你呢，你做投資，好了，你現在有100萬啊，結果一投資，你趕上倒霉相哈，就是本來這個錢財運就比較弱的人呢，說別人也在這個銀行投了個資，買了什麼基金啊，什麼之類的啊，黃金的，那人家可能賺了錢。也許一年賺了10%就夠多了呀，那很厲害的了哈，從100萬變成年底就是110萬，就是這個意思。那你呢，這老兄進去投了2年之後，100萬變成70萬，就倒霉相。但是這個還好，不是騙局，就是你要投資，它就倒霉，就降低了。就是你的本來還想說我這100萬，我放它3年，我至少變成是130萬，對不對？結果沒有漲。還降了，這叫運氣。那這個運氣來自於你的福氣，那福氣來自於功德，就是這樣。對，所以功德不夠的話呢，就是有錢也變成就是成失財，還有從有錢變成沒錢。我們遇到過一些故事，還有一些比較著名的人士哈。你看有一個這個在我們的祖國，在中國開那個火鍋店哈。他名下和他合作的可能有上千家火鍋店，所以他那個資產最大的時候哈，那個只是說叫計算出來的資產哈，就是可能有100個億人民幣哈。那最近這2年呢，因為一個小小的問題的一個問題，導致成現在他這些店一個都沒有了啊，說不但沒有存款多少億的存款，而且還欠銀行和一些債主的債，至少還欠10個億的債務。那怎麼辦呢？他也挺有決心，說沒關係，我就繼續開火鍋店，說自己又借錢開了個火鍋店，繼續又從一個店又開始在經營。當然現在也沒那麼火哈，就是勉強吃飯是可以。那我們也不需要分析說他這個為什麼從這個有100個億的資產就變成這虧損到負資產呢？欠債生活呢？那我在看他的相的時候，我說如果他多找一些命相大師給他看一看哈，稍稍指導一下，可能會對他有幫助。但是他沒找，我也不認識他，所以他後來做了一件事情，做錯了之後，導致就有點像推那個什麼牌似的哈，一個倒後面跟着一塊兒倒了，啊，這個死得很慘的，這就是在我們來看就是運氣啊，福氣是不夠的。
所以呢，这个人呢，就是50多岁之前就是亿萬富豪，50歲以後就是平民，就是這樣。現在是欠債經營啊，那債主每天都有人去找他，有的人提這個錘子來，就在旁邊敲他那個鐵暖氣，哐哐響，嚇得他說別的一錘子砸到他頭上去，是吧？有的不是帶真槍假槍來到跟前溜達啊，因為有很多錢給你投資了，你現在大家都知道為什麼也沒砸他呢？他也血本無歸啊，是吧？每天是不是像一個農民工一樣，餓得很瘦，拼命在那工作，開個火鍋店，說他這個賠錢不是假裝的，是真賠了。你說為什麼？他都會說出一些投資當中某些錯誤，其實就是我覺得是功德福氣是不夠了，就會這樣子啊。曾經的富豪，今天身無分文，就是你都很難想象這件事情。所以像現在這個網上這位師姐所說的，我覺得他這個財務狀況不太好，怎麼注意改善呢？這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的啊。還有呢，如果手裡有點錢的人哈，如果你不是做一個大的經營的話，所以你如果掙了這個錢，不管是掙了1000還是1個億哈，就是說你從你手裡往外拿錢的時候，我覺得一定要考慮再三吶，考慮再三，是對多諮詢一些專家類的人還是比較有好處啊。對，要這個投資啊，要非常的謹慎，因為說實話哈，世界上最容易的就是花錢，世界上最難的事兒就是賺錢。那也有富豪就是說，世界上賺錢呢是最容易的，那都是大上市公司的那些老闆們一下弄來了很多錢啊，反正錢本來就不是自己的，他覺得容易。但是當倒霉的時候，幾個億、幾十個億的那些人，一旦倒霉起來，1分錢都留不住。說賺錢其實是不容易的，還能長期的持有很多的錢是難上加難啊！就像很多去買那種彩票哈，哪個國家都有那種彩票，對不對？你像香港啊、那美國呀、加拿大有些彩票，它一次很大的，就是社會福利彩票，買的時候並不貴，3、5塊錢一張票，對不對？最終呢，可能1、2個月以後就對那個號碼，如果他公開宣布那個號碼你中了，最少都是1000萬美金，對不對？你一下就烏雞變鳳凰了，是一下就發達了。但是這種幾率太少，但是這種發達的人不是沒有哈，關鍵是沒有幾個能夠好好的過一個富人的日子，能活10年以上的，就會很慘。他們家人朋友全來分，最後給多少都不公平，最後把他鬧個氣死。最終結果都是這樣，還生了氣之後天天去酗酒，他覺得看破人生了，就是喝酒嘛，麻痹自己，我的親情愛情全部改變了，都是因為金錢改變的，所以就喝酒，每天喝的酩酊大醉，最後身體就受了傷，也是容易去世啊。所以呢，這個財富的積累哈，是很艱難的事情，很不容易的。好了，那我們下一個哈。好，那師父，我們看下一位網友的這個問題哈。這個叫阿彩，他呢是想請教師父說，我的兒子一出生就是缺氧，可能出生的時候缺氧，對，眼睛和腦部呢都有受到傷害。那他在求學的時候又被霸凌，大學的時候呢，跟我一起進禪堂來學習了，寒暑假也會來禪堂做義工。可是7年前呢，他有發病，就醫師診斷為思覺失調，思慮覺受失調，一直以來斷斷續續被干擾。
精神狀況不穩定，請求師父給弟子明示教誨。這個是應該是台灣的一位網友阿彩。哦，這個照片上這個男生就是他說的人哈。對，他的兒子哈。對，一出生的時候。關鍵出生的時候就缺氧，這下問題就大了。對。所以他的腦和眼睛都受到了傷哈。哦，所以你看這個人這一生哈，光從出生的時候，甚至還在娘胎的時候就得病了，就有這樣子的。這個是出生的時候得的病，不容易哈。所以在照片上來說，他這個他是不是眼睛看東西也不太那麼清楚？可能應該是，很模糊哈。照片照的也模糊，這個眼睛眉毛這更模糊了啊。对，你看他出生的時候就不容易，上學又被霸凌。小孩子不懂事嘛，小孩子不懂事的話呢，再一看他行為能力又弱，是不是啊？講個故事都沒聽懂，說人家都跑了，他還沒反應過來呢。他這樣的話呢，就是在一個團隊之中是個弱者。那其他孩子聰明歸聰明，但是還不懂事，就覺得他就是好欺負的人，所以就欺負好欺負的，所以他就成了受气包。所以他這個叫思覺失調，應該就各種感受都是很模糊的。說是一直以來斷斷續續被干擾，精神不穩定。對，關鍵他用的這個詞很有意思，叫被干擾。被什麼干擾啊？是吧？所以這就沒法說了哈。他有別的照片。可能還是要給孩子多供燈啊，多念佛呀。这個男青年哈，阿彩說的他的兒子這個哈，對，這個孩子從出生就很不容易，你看，然後到現在還就已經7年了發病，一直精神就是不穩定，可能也是被不同的聲音啊、景象啊所干擾着。好，這個阿彩這個呢，他的這個兒子的情況，因為我感受到，也許與過去的，
可能不善良的行為，導致有人為他的家族可能像做了一些詛咒的事情，是這樣。那我呢，就是剛才呢，幫他這個兒子這小朋友，就將這個詛咒的東西呢，再幫他去掉。但是这个阿才也不容易哈，因為對他這個，我就沒法說了，他這個。如果阿才在線的話，我們可以通個話啊。喂，阿才現在在線嗎？師父。你好。師父好。師父好。好，你好。我是台灣的台中禪堂。好。我是平須。好。你的孩子的情況，你可以說一說。好，就是因為他出生。在他的醫院發生，而且對，我現在是醫生。那個缺氧狀況是人為的，人為造成的，所以我現在一直承載這個壓力，但是也還好，就是這麼幾十年來，我們對這個孩子就是把他當成一般孩子在照顧。那也沒有特別說要求他一定怎麼樣。他現在狀況是什麼？那現在的狀況是說，7年前比較讓我現在很煩心的就是他發病。那在醫師他們診斷叫做思覺失調，就是他一直被我看到的狀況是他一直被東西干擾，他一直在某個狀態裡面，就是也會笑，就是他好像覺得很快樂，那有時候又好像又很生氣，所以他的情緒現在狀態是不穩定的。那面對他這個狀態，我也不知道我現在可以幫他做些什麼，請示師父，感恩師父。他的問題，我們往正面去看哈。如果有可能，帶他念佛或者做叩頭之類的，能做嗎？可以。他之前做大禮拜，我陪他做了就是一發病的2-3年，每天都做。那後來因為就是斷掉了，因為他後來去一個地方，就是因為醫院有安排他去社區復健，所以後來這個就沒有。但是這個中間我陸陸續續都幫他供養啊、點燈，還做這些，還有我每天都幫他念佛，每天晚上，一直到現在大概是這樣。就是最重要的是說，從就是患者的親人來說，要能夠有理性的面對
醫生啊，或者一些特別的人士，就是對孩子的一些評價啊。對，這個孩子的各種情況確實是弱一些。對，他身體的狀況本來就比較弱，像他的眼睛，他出生缺氧，他現在他就是一隻眼睛，他另外一隻眼睛看不到。哦，對，然後視力又不太好，但他前一陣子他有做他自己念佛，他自己會知道說我要修，所以他自己有做大禮拜。然後他那時候跟我說，他覺得他眼睛清晰很多這樣。但是我現在有個問題是，他只要接觸這個是很好，但是接觸完了之後，他有時候又變成，就是好像又有負的東西在干擾他。他現在正的跟負的，他完全分不出來。他自己分不出来，這個對家人呢要協助他。你像做一段時間大禮拜之後，因為可能其他的醫療機構或者什麼機構給他安排了別的事情，這樣就沒有持續下去哈。對，這也是命運的安排吧。對，事實上我看的問題呢，一個是我把他當做一個普通的病人來看，也許他能夠完全康復。是。就是但是呢，如果我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的東西呢，其實也問題沒那麼樂觀。就是能夠第一個不是恢復智力，而是保壽命啊。我看到的部分是這個，第一個叫保壽啊。對。第二個呢，保持一個基本狀態，這是往最合理的思考來說，保持一個基本狀態，別出大麻煩就行。就是他的生活，就是希望他生活能夠再正常一些，就是可以正常的進行下去，不要有時候他就是一被干擾之後，整個人好像怎麼講，就好像魂不附體。我常常覺得他的精神狀態好像魂不在他身上，然後就做出來的行為情緒也不好，然後甚至於他也會仇視父母親啊，他好像不認識我們兩個，就他情緒來的時候，他好像覺得是我們在害他。這個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狀態。如果從就是精神疾病來說哈，精神疾病就是這樣，就像大家開玩笑說，最後精神病院院長最後也變成精神病了，就是他最後被這些病友給誤導，他就說月亮是綠色的，月亮是綠色的，內心還是黑的。他一直都這麼說，他在這個環境之中，最後他覺得也有道理，他就被接受了啊。所以這個精神有些狀況的朋友呢，他的這個行為很多時候是和我們普通人之間有時候就有相反的差異。是。我們認為他在康復中，但是他認為的自己在康復的過程之中恢復正常的狀態，讓他覺得很別扭，就是覺得不自在啊。但是他在他的不正常狀態之中，他是自在的。對，所以他呢，就是說他的精神實際上是每個精神病人不一樣，他的這個精神是被另外一個東西給控制了啊。就像我一開始說的，就好像被人給下了某種詛咒的這個現象。這個就等於跟祖先是有關係的，是嗎？我覺得是他自己。他自己其次呢，受害者也是他的祖先和你們两個。父母就是得到這樣的孩子的時候呢，你是最被折磨的人。
是吧？父母是最愛他的。你呢？他自己有时候不知道苦，就是这個精神病患者他自己沒有這個苦的感受，但是父母看着之後，父母心裡苦，所以這也是你們兩個做父母的一份業債吧。是，也就是你和你兒子之間，你們是相欠的關係。到底是他欠你的還是你欠他的不知道，反正你們是相欠的關係。對，這個我理解，我理解。那請求師父，就是現在我應該怎麼做？我可以怎麼做？目前來說的話呢，就給這個孩子，就是至少每年點上一組燈。這個燈的名字呢，我還不是很清楚哈，但是你的心中的目的就是說，第一個保平安，第二個延壽。一年最少是點一份，點這麼一組燈，這是最少的啊。也就是說，這個燈呢，它的花費上來說，有貴一點的，有便宜一點的，你最少要點一份啊，要不然的話呢，就會好像這個事情就會變得更嚴重、更麻煩。是，就是一年最少就是師父點幾天的，還是可以49天。我最近有幫兒子點的是49天的雙普燈，那我連續點了三組，就是想說大概可以先點個半年這樣子，不知道這樣可以嗎？我覺得是根據自己的財務情況哈，就是因為這個孩子的麻煩你自己是最清楚的，比我還清楚哈，都沒有辦法了。我現在說到的這個部分，不是讓他恢復完全的智力，實際上就是延壽保命的燈，就是這個意思。根據自己的財務狀況那最少呢也得點1個禮拜吧，就是這樣。這樣的話，就是我們希望佛菩薩和一些護法神靈呢，能幫助這個孩子呢護着他，別讓這些就是魑魅魍魎這些東西的一直在來害他，給他增加他的這種保護層，把他盡量給保護起來，不要讓他這樣的被搗亂的這種狀況給惡化。因為他這個再往前走一步其實真的是有生命危險的。是。那師父，就是他現在如果念佛這方面會不會，因為他已經亂掉了，那這一塊不曉得適當嗎？還是他可以做大禮拜呢？還是什麼樣的方式他自己可以做的？因為他其實很願意做。如果很願意做在他這種無論清醒不清醒的，反正他這個狀態，他能夠做是最好不過了。對，那大概是念佛對他比較幫助，還是大禮拜，還是念佛加大禮拜？好，念佛加大禮拜，並且他這種念佛做大禮拜，不要閉着眼睛，一定要睜開眼睛。這樣對他有幫助。精神有點問題的人呢，他就怕閉上眼睛，一旦閉上眼睛，就到了另外一個世界了。對，所以不要閉。對，是。那麼再一個呢，就是父母要盡量保持讓他有一個快樂的情緒。是。我說父母是欠他的，因為他就觀察着父母的任何一個情緒。當然他說一件事的時候，父母一反对，他就給你翻臉了所以父母親搞的也是焦頭爛額，不知道要怎麼說才對所以呢，他如果能做的時候呢，無論念佛做禮拜，盡量陪着他做還是多讚美幾句比去責怪他更好。因為他這種情況他只要不更惡化，你就覺得就是有福了。對，那請教師父，他這種情形，他適合
因為我們有遠方親戚，就是他適合離開父母親去遠方，就是會不會一個新的環境對他來說比較好？還是說他可以回來禪堂？他這種精神狀態哈，我就是說，從就是憂鬱症、自閉症，再到偏精神病類的哈。他們最脆弱的他內心關心的那點不是別人，就是自己的所有的感受。別人的某種，比如說眼神啊、語氣呀，都會讓他犯病。所以他去禪堂去所謂正常修行，因為他不正常，他怎麼能正常修行呢？所以在有些活動帶他去，不要超過2个小時，趕快就離開，到外面透空氣去換環境去。他在禪堂，而且他會有這樣的邪氣的時候，那種就是報復性的邪氣一來的時候，他面對佛菩薩的時候，他是不舒服的。所以要去還不能多待他屬於這個情況。那你說的另外一個問題，要不要把他帶向遠方？這就看父母親自己的感覺了。最了解他的，最了解他的就是父母。你把他，我請問一下，就是您有旅遊過嗎？旅遊最多台灣而已，就是在台灣也一樣啊。對，有，就是有時候會，以前年輕的時候比較會去到處走走這樣子。對，那你在家裡頭都是很方便的。那你旅遊，你比如說你住台北，你去台南、高雄旅遊幾天的時候，會不會遇到很多？和家裡比起來，是不是就不方便呢？是。那您的孩子這個情況不方便，對。您的孩子這個情況這個從理想來說的話，他離開了你們，他別看跟你們還總是要賭氣幹嘛的，但是他一旦離開了你們了可能是他是受不了的。是，等你出了門出門在外，就算是有個家長陪着，也很麻煩，相當的麻煩。是因為他在家有時候會對我先生就是不禮貌，或者是一些舉動行為，那兩個都會就是有一些衝突發生，那所以我才會有這個想法，說如果讓他們稍微分開離開一陣子，這個呢，我覺得還是由家長自己決定，好吧？我們都是外人。好，這個部分不是治療，而是情感問題。你的孩子離開你的家庭肯定是不好，就是這樣。好，所以怎麼決定您自己想吧。好，感恩師父，謝謝。好，我會為你的孩子念佛祈福，給他加持。好，感恩師父，感恩師父。好的，不客氣。謝謝，感恩師父。好。那師父，我們再往下看下一位網友，他叫娟珍，他是想請師父幫他看一下他面相中的財運、健康、工作都是否順利。這個是變成是考我的話，就是你不要去這樣問師父我順不順利，你順不順利是你的問題，這個就變成考我來了，像這樣具體一點師父，這樣的問題我不回答。好的，我說不順利，你說我很順利呀，這個沒有一種可以進行評測的。我們再找一個更具體的問題。接下來這個呢，他好像還沒有發照片但他這個問題是說，師父好，我的兒子天生就是右眼比左眼小。首先是大小眼
還有一個問題呢，就是在右眉的末尾也留下了疤痕。右眼本来就比左眼小，右眉末尾還有个疤痕。哦。第三个問題就是在他的大椎，就脖子後頸脖這兒附近有一個黑痣，也是天生的。那想請問師父，這幾個明顯的現象對他的命運有什麼影響嗎？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對應的措施呢？感恩師父。這個叫大胡網友。啊，好，這個大胡提的這個問題呢，這個兒子天生右眼比左眼小啊，就是拿筷子這個手的這一側的眼睛哈。那我們就從相學來說呢，通常是就是你的右側代表母親啊，女性啊，或者女性長輩啊。那左側呢，代表是男性，或者是父母啊，或者是兒子之類的，大概都是這樣的一個傳統說法。那你這個，因為也沒提供照片哈，如果他兩個眼睛的比例基本是正常的情況下，比如說你的右眼比左眼小，你的左他的右眼眉哈也受了傷哈，這母親這邊的能量會弱一些，比如說容易得病啊，或者是厄運纏身了，因為眉這個字哈也叫眉毛啊，那倒霉這個霉也是叫眉，是不是啊？所以眉上一旦出了問題就叫倒霉，所以對母親特別不利，因為對母親的健康啊、壽命啊等等各方面不利了之後，那子女能受益嗎？這子女就受到了母親出狀況之後帶給孩子的麻煩，這叫顯象的哈，還有一種叫隱形的，比如說母親都健在呢，只是說母親的運氣弱。體能弱啊，或智商弱，或者是什麼都不好哈，對，那給這個孩子也一樣帶來了完全負面的影響。比如說父母雙方有一個是倒霉的，那這個孩子會好運氣嗎？通常運氣也不太好。這個眼睛是心靈的窗戶啊。比如說你的窗戶是不透光的、不透明的，是吧？你開個小窗戶縫，那無論進來的空氣，還是說你從屋裡看外面哈，一個小縫不能縱觀全部世界。那窗戶打大一點，看的世界更遼闊嘛。所以你這個，當你的這個眼睛比例，你自己的雙眼的比例有一個小的時候，小的這一面所代表的就會弱，就是這樣。所以母親偏弱，眉毛受傷可能更意味着就是母親這邊的身體會不好，或者對於這個兄弟姐妹也會帶來一些麻煩。這還分他受的傷有多大，在眉毛上。就大概就是一般的這個面相的規則是這樣。感恩師父。那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在這個兒子的，就是後頸部這個大椎穴附近有一個黑痣，也是天生的。他主要是沒有照片哈，我們看不到這個痣的顏色。他也想問師父，這個對命運有什麼影響嗎？就長在身上的大的痣，或者天生的疤痕啊。它都是一些命運的說法，在後背的一些，我當然希望是吉祥的哈，因為這個痣，我提醒過它是有一些形象的要求，是黑又亮嗎？
如果是胎記，或者是顏色灰呀、不好看呐、這樣的痣呢，如果在你的就是後脖子下面鼓起來那個骨頭那個位置的話，這樣可能會對這個孩子一生的命運都受到影響。這30多歲之後容易出現嚴重的健康問題，使他背負着很大的麻煩，所以就看那個痣的那個顏色形狀怎麼樣。是這個網友現在還沒寫，他如果在線可以再補充哈。就師父講到這個，我有印象，有一次印象中好像看見一個海報，海報上有一個女模特兒對，然後長得也挺漂亮的，可是在她的喉嚨，好，你再說。好，对，就說到這個身上的痣哈。就是我有一次看到一個挺大的一個廣告海報，海報上有一個女士，長得也是蠻好看的，可是在她的喉嚨正中的這個喉嚨上就有一顆黑痣。這個出名的明星嗎？我就是說不出來她叫什麼名字，但是她是做一個衣服的廣告，貼的也挺大的啊，在喉嚨上。對，喉嚨上正中那個地方，一顆還挺明顯的，不是凸起，但是很明顯的一顆痣。這種有什麼說法嗎，師父？這個我不是很了解，我只能猜測哈。在這個脖子上的一些特殊的紋路、疤痕，還有痣，就在咽喉和胸前的哈，也許是有上天給你做了個吉祥的痣，一個是也是分顏色狀態是否是好的，這是第一。第二個，也許是前一世是橫死的，他的死亡就是從咽喉那個點那兒出現的，比如被人開槍打死被人用匕首捅了。你記得那個中國海南省有個小伙子嗎？記得是姓唐還是姓什麼？好像是吧？再生人。那個在網上很出名嘛哈。你記得他的前世，他很有意思的是，3歲的小孩子，他生的這個海南省的某一個村莊哈。他到了3歲會說話的時候，一直他說我要我的孩子，我的不是老婆，我的女朋友。對。而且後來呢，帶着他這一世的爸爸媽媽去到他那個村子裡找，那村子人他都叫得上名字來。3歲小孩根本沒到過這個村子，而且他們2個地方的方言是不一樣。他用他當地的這個，就是前一世的這個村裡的方言。又說出了他們的名字，還找到了一個女的，就是說這就是我女朋友。就他是個小孩子，他女朋友可能都20多歲了。对，20、30歲吧。完了之後呢，這個轉世人這個小唐呢，他的這個肋部這個胸肋部有一個就是肋側面就對着肝臟那個區域。有一個用刀捅的疤痕，就他這一世這小孩天生的胎記結果他對了一下，前一世到那個公安派出所去查說那一世前一世的這個小唐，在他們家和村裡一個人打架，結果被對方一個小伙子心一狠，這個捅了一刀，結果失血過多就死了。被捅死的位置正是這一世的這個小孩，這個小唐的轉世，在那個右肋部就有一個刀疤，不是胎記，就是一個刀疤的樣子，是一個長條形的，但不是一個長了毛黑的那個痣，不是那樣的，就是一個疤痕。所以有些人在胸前和脖子這一帶，如果有一些特殊的印記之類的，
通常不是正面的，而是前世的死法。就真的很奇特哈，師父。非常奇特。就生命其實已經都輪轉了，已經換了一個就是人了哈，但是這樣子的印記還會跟着人去走啊。這個不是所有的印記都能留下來，但是比如說我們的一些皺紋，還有一些胎記，它通常都是有說法的。它就像過去那個密電碼一樣，就是說我們的解讀能力是不是到那麼高的水平？如果會解讀的話，一定會隱藏着一種內容在裡頭。那我記得昨天我看見一個女的哈，年輕的一個姑娘，可能不到30歲，這個臉的鼻子旁邊哈，眼睛下面这一大片胎記，紅的就像剛給燙傷一樣，就是不規則的紅一大片，那個區域總共加起來都有10公分的這麼一個區域，一大片，就有點像那個止痛膠布那麼一小塊止痛膠布那麼大貼在那兒，當然不是四方的哈，就是不規則的形狀，像包了一塊那個什麼石榴皮貼在那兒的感覺，對，那這些都是有說法的。那也就是我就看到他那兒，我就想前一世是怎麼死的。我見了他之後，我也不認識他，那麼一晃打了個照面，路過的時候，我就是想到他的前世的死法，比如說後頭被人打了一槍，從腦後打了一槍，前面的臉給炸裂了，就是那樣子。這些聽起來就挺慘的哈，对，但他這一世也挺難了，這臉上這個胎記沒人治得了，哎，沒法弄，一個小姑娘家，所以這個找男朋友很艱難了，所以這個面相裡面真的是不光看到了今世的命運，還前世是怎樣的，也是有一些是可以傳遞出來的哈。有的尤其是橫死的，對，這種他就會，一個是有些這個靈魂容易保留記憶啊，他好像並沒有按照傳說中的這個死亡到地獄的一個判決的一個流程，他走了捷徑在轉世，所以呢，他們的這個記憶呢都還印在他腦中，但是隨着這個年齡哈，尤其是過了12歲以後，他那個記憶就會慢慢消失了。如果这個寫問題的人我們講到的話，如果說這個朋友在線的話，如果你想表達溝通一下也是可以的。對，我看好像大胡在線嗎？大胡你在線，你要是想請師父給你溝通一下，你就把你的麥克風打開。好，這位大胡在不在？如果在的話呢，你要點一下左下角的麥克風。看一下是在連線中嗎？他是以請求吧，是吧？哦，那好。好，那我們就往下聊吧。往下聊。因為這個遠距離呀，有時候叫他，他可能不太會操作呀，還是其他原因哈。
那我們再看一位網友的問題哈，師父。那這個好像沒有發照片，我來讀一下他的問題。他說：“師父好，面相因為手術或者其他原因留下了疤痕，那後期呢，通過一些美容技術補救，還會影響運氣嗎？比如我的眼睛靠近眉毛，因為之前有生膿包感染而開刀，眉毛呢，因為手術愈合後就生不回來了，乍看之下是斷眉的，這算不算破相？現在已經紋眉了，不知道會不會能夠補救？”那大家說這算不算破相啊？我覺得還是算的，那已經破了。他現在說的眉毛哈，不管理由是什麼，但是现象來說，確實是有斷開了，對吧？你視覺上看的時候就斷開了，就是斷開了，而並不是整個肉斷開了哈，是眉毛在視覺上來說是斷開的，那就叫斷眉。对，就是不好，麻煩就來了。他就是說他又紋了，把眉又紋回去了，這個能不能補救一點運氣，師父？就有點說我這個腿啊受傷了，骨折了哈，都現在有了新技術，甚至那個舊腿都锯了半截哈，接上假腿跑得一樣快，這個時候跑得一樣快，但畢竟是假腿哈，就是說你這個裡頭出了問題，你用外在的方式，用畫呀、塗抹呀，或者手術的方式給它再連接起來的時候，但是命相的，它真實的東西就是斷開了，斷開了就是斷開的命運啊。那把它用這種手術啊、圖畫的方式畫了之後，是不是有幫助呢？我覺得可能會有點幫助啊。在幾年前呢，應該至少六七年前，那當時呢，中國有個電影冯小刚拍的哈，對，當時呢裡頭我不說電影名字了哈，有個年輕的帥哥男明星，那他那個眉毛呢，乍一看以為是斷眉哈，就是其實可能是用推子、剪子之類的，就把這個眉毛呢，不是怎麼耍酷了，就把眉毛橫切了一刀，啊，當然不是說割開肉，他把這個眉毛那一段肯定用推子給切斷了，啊，說真是不懂啊，這耍酷的話，你這個弄得這樣對你不好啊，當時我都反正心裡就覺得有點不舒服，啊，怕他出事兒，但是幾年之後果然就出事了，啊，現在不演電影了，不知道是給抓了還是怎麼弄的，反正登不上影壇了，對，就是你這個年輕他不懂嘛，很多人說這個不是很多人了，我都不知道他為啥非得切那一下子，你耍酷，很多鼻子上、耳朵上多打了幾個眼兒，弄了幾個金環、銀環掛上去，這個還不少見，這把眉毛直接切斷了弄的，這個有點就不太懂。因為他不懂，所以才這麼做，但是後頭他的結局不吉祥啊！我認為幾乎他這20年以內不可能再演得了電影了，就是這樣的。所以就這個麻煩呢，我覺得除了他的還有別的相上的一些問題之外，那這個切了個斷眉，這個真是個問題。是不是就是把運氣、好運氣都斷掉？对，這個就是我們五官哈，在命理當中來說，每一個官都是很重要，就是由這5大項來組成的你一個吉祥的人生。5大項哈，叫五行。五行之中就像汽車4個轱辘，就有個轱辘突然拐了，那轱辘就是掉了，這汽車是不是跑得還很好？當然也分前轱辘還是後轱辘是吧？但是掉了一個轱辘，這個車他跑的時候問題一定是就是潛在的，所以我们這個臉上這個五官支撐的人類的這個命理哈，對，那有一個官當出了差錯之後，就影響到你的什麼比如說婚姻吶、財富啊、子女呀、
基本健康啊、運氣呀，都會受到影響的。所以這是表面上做了一些手術和畫眉等等這些現象，說只能說會起一點作用，但是起不了根本的作用。除非有功德。我曾經認識的一個小男孩哈，這個說應該有10幾年了。這個小男孩是对磕傷的，就是那個冰雪天，結果摔了個一跤哈，摔了一跤，他當時那個手啊插在那個棉襖兜裡頭，冬天嘛，啪的一腳摔下去的時候啊，手沒法撐，就直接磕到額頭上去了，就把這個眉毛那兒磕爛了，就磕爛了，所以到醫院一縫合，這個眉毛和眼睛中間就是一個疤啊，縫的好幾針。就是個巴拉型的，他那個時候就是通過他媽媽認識我之後，這怎麼辦呢？我說這怎麼辦呢？我們又不是這個醫生，這醫生給你縫合了，現在也早已經好了，但是那個疤一直在那裡，那怎麼辦呢？多做功德。這小孩挺好，我給他布置作業呢，一個是1星期哈，至少念3個小時的佛，他就每天念差不多40分鐘。一大早就起來念啊。那麼第二個呢，這個他媽呢也是到禪堂啊做功德做義工啊。我記得是1年多之後1年多之後，他媽有一天非常快樂的把他兒子帶來了，說他天天去上學哈，去澡堂就跑了，我沒注意，說今天照畢業照。完了之後，這麼出來說這個眉毛好了嘞，那個疤都不見了，原來就是眉毛呢都磕爛了，就沒有連續性了，對不對？那個疤很明顯。現在呢，這1年下來之後啊，那個疤也不見了，眉毛也長好了。這是我見過經過修行自然好的變好了，完全旋接好的臉上的疤痕和這個眉毛旋接，那他的命運就回來了，好運就回來了。所以很順利考上大學，還是不錯。那現在早結婚生子了，工作很好，做電腦工作啊。對，那麼但是如果很多人他不堅持，你像台灣這個阿彩，他那個孩子情況稍稍重一點，這因為他本身的配合度就不夠嘛，所以一會兒一犯病就換了另外一個人格，所以你說啥都不聽了，所以那個不太容易哈。如果我們沒有這個精神的問題的話，說只是臉上有疤啊，或者眉毛出現了一些問題的話，我覺得一個是積極治療啊，該看醫生看醫生。那麼第二個呢，如果醫生實在沒有辦法，再來配合一些修行的方法，說不定會起作用。我只能說不定，因為你已經沒有辦法了嘛，大家走投無路了。很多到菩提禪修找我們來學習，那不是你愛修行，是因為有病，是不是啊？所以大家真走投无路的時候，可以到我們這兒來修一修，說不定就是這個面相的本身也會發生改變，還有面相之中那個不足的部分可能會得到一個改變和彌補，是吧？你比如說那個，比如說太陽穴比較低吧，就不如高一點好。所以你修一修太陽穴就鼓起來了，這使得你的情感啊、事業可能變得更好。對，那你要不修的話，你只能說又不會處理婚姻問題，只能說越做越差啊，你的命運也會越來越差，最後你的婚姻情感生活就會紊亂掉啊，所以還是學習一下比較好哈。感恩師父。我印象中咱們好像就1、2個月前我們開一次念佛班，念佛班上有一位韓國的醫生牙醫，他大小眼挺嚴重的，對，跟着師父修了7天，那2個眼睛完全的就是平衡了，正常了，可開心了，跟大家分享。对，他那個眼睛是怎麼弄成的呢？他好像沒說，你忘了哈？他反正就是大小眼，他給我看他之前的照片，我知道，他是後來就說哈，他不好意思講，他有點年齡哈，
他抽这個眼袋，人上的岁數眼袋明顯嘛，他愛美，抽眼袋，眼袋抽沒了，但是眼睛抽着一個大一個小，對，是這麼個事兒。所以有很多看似一個美容的行為哈，它畢竟在你的肉體上進行了一些好像在底下埋藏管道的一個行為哈，所以就傷到面部某根神經之後，就不知道給你帶來哪種風險啊。所以這個看似一個很小的美容手術，凡是動刀，你就要小心會出現失誤哈。是。那是不是我們還接着往下看嗎？就看看大家還想不想再聊哈。問題是蠻多的，現在是直播1個半小時，多一些有一個叫 Jimmy 的網友，他問師父說：“師父好，我小的時候踩單車跌了，就是摔了一跤，到長大了才發現我的下巴上有一個大疤，就是下巴有點缺，請問這個該注意什麼呢？”就小時候還沒發現，長大才發現。他們有發照片，主要是。就下巴有一個大疤，感覺下巴是有點缺的。不是你下巴上有疤，自己都不知道啊？我就從來不照鏡子哈，肯定是個男生哈就是人這個面相基本的概念呢，還就分3庭哈。就上頭這一段就是眉毛以上額頭這一塊哈為上庭，那眉毛到鼻子尖兒哈叫中庭，那鼻子尖兒到下巴這裡呢就是下庭。那下庭呢代表着身體的下肢，也代表着老年生活，就是51歲以後的生活。所以下巴上，因為你在訴說也沒有說這個疤長在哪個位置了，是橫的還是豎的，是有多長多深，顏色什麼東西也沒有講哈。所以呢在下巴上出現了問題，就你們覺得，我賣個關子哈，大家覺得在下巴上是吧，下巴和額頭比的話，下巴就沒那麼重要了，对不對？所以下巴上一些看似也磕個疤呀，有一些遺憾的東西，除了美觀之外，在命運上會不會影響並不大呢？咱們看看網友們怎麼評價這件事兒哈。网友大湖好像是可以連線了哈，想溝通一下是可以的。大湖上來。你好，你好。師父好，叫這麼好聽名的大湖哈，你就說你的兒子天生是右眼比左眼小是吧？哦，對。再講一講。他那個，出生時候就是右眼比左眼小，然後那個左眼是很正常的，右眼呢稍微小，而且單眼皮。哦，那左眼是雙眼皮了。哦，對。哦，一單一雙，哦，對。
然後在念高中時候，男孩吧，然後跟朋友有點矛盾了，他們可能打架了還是咋回事？那个右那个眉毛上還留下傷疤了，但是那個疤痕不大，就那個魔尾上有點。哦，就是就是尾巴不是眉毛尾梢啊？哦，對對，留下了一個小疤。哦，有把眉毛切開嗎？沒有，沒動過。哦，沒有。哦，沒有那個，嗯。然後他的那個大椎後面，也有那個痣，然後他年齡長大的同時，那個痣也稍微變大點了，顏色也不算那麼黑，但是還是黑痣。黑痣。哦。好。他也參加過三四師父的那個青靈營，好，那這個先說概念哈，就是一個眼睛大，一個眼睛小呢，幾乎是每個人的事情。但是呢，您講到的這個，他這個左眼右眼之間的這個比例可能會比較明顯。哦，是的。那通常這樣是，也是不太好的。這種師父以前也講過。對，這種不好的話呢，可能，第一個對他的運氣來說，本身就會受到影響。還有，將來對於他的子女也是影響。天哪！對，那麼第三個呢，就是眼睛這個大小差別比較明顯了之後，還容易造成生命的危險。就是容易出橫事。天哪！所以相學你一旦是知道了之後呢，就是不敢開玩笑了，就是說其實非常緊張的。所以我在有時候和人接觸或者看一個電影電視劇的時候，有時候我都為那個演員緊張，這個相貌這麼差，演電影啊，就怕他哪一天出了事兒。那有的我擔心的沒出事兒，有的擔心的真出事兒。就我剛才講到和馮小剛演電影的一個男青年就是這樣。對，他自己就是理髮的時候用推子切斷那個眉毛，就現在他不能演電影了。對，政府給他一個很大的處分啊。對，所以這個一眼大一眼小裡頭含着很多的內容，它可能也代表着財富、智慧、子女、運氣，壽命，那反正很多內容也都在眼睛上，它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啊。對，所以再加上他這個右眼本來就小呢，那右眉毛上還出了個創傷，所以我也相信他的右眼的視力也不如左眼好，對嗎？對，配鏡子的時候確實那樣。對，配眼鏡的時候去測光嘛，所以那個驗眼科的這些專家呢，他驗每一隻眼睛單另驗，所以經常就是一個500度，一個50度，都是可能有差別很大的，就是這樣。所以呢，你這個孩子的這個大小眼問題呢，其實是他的眼部的，從遺傳學來說，眼部的這一塊的，就是他的右眼的這個基因，不一定叫突變，這個基因這個遺傳這個位置，沒有那麼好。從再深入一些說的話呢，他的母親就是您本人，或者他的奶奶，或者他的奶奶這裡，因為某種原因，給這個孩子留下來的功德不夠，再加上他自己的功德不夠，所以才導致了他
不光是大小眼，眉毛還受傷，那麼視力天生就不如左眼。是的，是的。对，那这个其實如果在某些政府研究的時候都是有點殘疾了，這個眼睛都算是幾級殘疾的一個狀態，是這樣的哈。所以他的這個人生的運氣是很受影響。那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對應措施呢？師父？這着急人了。我會送你，現在郵寄不了哈，你們郵寄不了。也可以。這樣子，到時候我這邊來幫你吧，幫這個孩子，希望能夠對他的這個眼睛和智商還有這個運氣是有所幫助，好吧？太感恩師父了。感恩。所以就是讓大家也知道一下哈，這個大小眼以及你的跟着連這個眉毛都一起受傷，這個絕對不是巧合，是一種必然性所以呢這個孩子大概的年齡能告訴我嗎？他屬兔的27，虛歲27。他22年畢業以後，只是馬上參加工作了。好的。那這樣他凡是出門，身上一定要帶着一個吉祥的東西掛在身上。都帶着師父的八寶鈴珠呢。好的。還有呢，最好呢，無論在哪裡哈，請一尊菩薩像也掛在脖子上。我請那個，對，請過那個透明的那個觀世音菩薩。對，因為這個我還會擔心他這個有一些交通風險的事情。對，這個要注意一點。再者就是明年犯太歲哈。屬兔。所以犯太歲的話也身上多帶一些東西。反正內衣裡頭經常多穿一些紅色的。明年嗎？對，從現在開始。很多事兒不捅破就不行，一捅破就來事兒，所以現在說了之後，從現在開始做。知道了，師父。好，那麼大小眼的人呢，還有一個思維模式哈，容易就是叫眼高手低那個詞是吧？就是講的特別好，但是付諸行動的時候比較弱對，這一點的話呢，也就是大小眼的朋友呢，就是你要學會，你要去設計一件事情的時候，首先它的是合理性再之後再走向具體去實行性要不然的話，就是你想的這些事情根本就不靠譜，這不可能實現的事情，是吧？所以的話就容易做到，就是說我說了，但是我做不到。所以你給自己的做人做事的這些目標的時候，要畢竟比較現實一些比較好就不要讓人感覺的說你只說不做，或者你說了做不到所以要注意這個。現實一點。因為他兩個眼睛大小不一樣，他的思維不平衡，他的思維容易走向一個極端，包括一個腿長一個腿短的人也一樣。說走路經常扭着身子走路的人，他容易走向極端思維。就是肢體的長度和眼睛大小的長度也有類似之處這有些人就是一個左腿長右腿短之類的，他走路的時候就會往一邊晃得多，這樣他思維方式就會比較偏激。大小眼的人比這個還更嚴重知道了，師父。行了，我會幫你的孩子，好吧？哎呀，太感恩師父了。我們也多做功德，師父。好的，好，祝你們全家吉祥快樂。
收到，感恩師父，佛菩薩護佑。收到，感恩師父。好，今天呢，我們聊了挺多哈，就是连的这个內容啊，我就揀着盡量好回答的，對，還有一個，他這是啥呀？這名字叫啥？ Catherine 用 Catherine 說，師父，弟弟左臉上有2顆痣，啊，會影響命運嗎？還有誰啊？這個是他哥哥，這個是弟弟，這是哦，還有一個哥哥，一個弟弟。哦，這哥哥就半路把人給叫醒了啊，然後說光着膀子。祈請師父，我的兒子的鼻子下方有一道疤，會影響命運嗎？這個所有的就是除了天生的之外哈，完是超出正常的，這個在臉上的有疤呀，多長的痣啊，長的猴子啊，或者長的瘡啊等等的，都會影響你的運氣和健康。像這個Catherine 這個他的這個是大孩子吧哈，先說大孩子的啊，大孩子的這個他是上嘴唇這個地方呢，有一道有點半傾斜的一個疤，就好像用小刀刮傷了一樣啊，這個都是問題。就是我看這個大孩子的這個他的脾氣啊比較大，脾氣比較大，要非常注意哈，你的行為呢，還是要就把這個脾氣要收斂一下。我會擔心的引來刑法官司，就讓這個孩子呢自己呢就是將來哈出氣兒不順暢，他正好在這個鼻子下頭這一側，所以他這種感覺會產生這種情緒的這種衝撞的感覺，所以和父親之間是衝撞的，還有就是可能意味着他的下腹部會出現一個健康的稍微嚴重的問題，這位網友，你們家是有3個孩子嗎？還是4個孩子？所以這位哥哥呢，就是注意這個脾氣啊，天生的這個衝突。但這個嘴上這個疤，我就講這麼多。這些化解的方法呢，你再看看有沒有比較好的美容的方法，有沒有這個去疤的？網上經常我記得很多年前，我記得就是說網上賣什麼去疤靈啊，什麼消疤水哈，總是說抹上之後很快那個疤就消失了。我覺得也許有吧，如果有的話，最好能你臉上的這個疤的東西，如果能給它取消掉是最好了啊。如果有的話，就會形成障礙。對。這個孩子問題就這樣，還有他那個小兒子啊，這個2個痣，這個小兒子的個性會好一些，
他这個痣不是特別明顯，大兒子身上也帶一個財富相哈，這個小兒子身上也是帶一個，因為沒戴眼鏡嘛，更強烈的一個財富相，這個財富相是祖上傳下來的，應該可能不是爸爸的，可能是爺爺那一代的傳下來的祖業的東西，這個小兒子能得到一些啊，可能與房產啊什麼相關的，這個小兒子也會有一些錢和權力的感覺，因為這個痣長在顴骨上，尤其是男生哈，會增加這個男生的權力啊、威望啊、錢財啊這樣的運勢，對，這個小兒子這個相還柔和一些，柔和一些就能成就事業，容易成就。這個脾氣大一些呢，也能成就事業，但是容易暴起暴落，所以呢，還是要增加修養，把脾氣管好。將來呢，你成為一個真正的這個有智慧的富人啊，那個錢到了你的手呢，你就真正成為富人，不要說去年掙的錢明年就消失啊，不要那樣。所以要一個宰相肚裡能乘船哈，要學會呢。人和人之間呢，翻臉呢，都是忍不住，是吧？他罵我了，我忍不住；他騙我，我忍不住，我動手了哈。就是因為忍不住，惹出很多是非，所以呢，青年人注意這個，把好自己的情緒啊，讓自己的面相呢變得更加圓融啊，更慈眉善目的人容易發財，所以。這個小兒子臉上這兩個點呢，就可以保留着，別動了。行了，你的問題我回答完了。看還有什麼？問題的嗎？如果沒有了，今天咱們就會聊到這兒了哈。好的，今天就是又是一次新的嘗試哈，給大家這樣聊個天。希望我們這樣聊天呢，都會增加大家對面相知識的，就是更深一步的一些理解。就是什麼命就有什麼相。就是什麼樣的命運就有什麼樣的相，有什麼樣的相呢，就有什麼樣的命運那所以好好修行，好好多做善事還有一個呢，比如說你讀到高中畢業就不讀了，比如說你兄弟兩個吧哈，就是大哥讀高中畢業不讀了，他面相，我是說會解讀的人。面相之中，就是一看就是說有文化，但是不高但是如果讀了正牌大學、正式大學上了4年的，那麼他的面相和這個大哥讀了只是高中畢業就完全不一樣。比如說額頭這一塊的飽滿度啊、柔韌度，就一看就差一個成色。那大哥的成色呢，就是窩頭高粱窩頭；那小弟的那個成色呢，額頭呢，那是白面饅頭。它就有了一個明顯的差別。那誰將來過得更富裕呢？就饅頭這邊比窩頭就會顯得富貴一些，就是這樣。所以這個面相當中有很多種訊息哈。說除了命運的安排，還有就是你如果讀了這麼多的書，經歷這麼多的事，你的臉上的各種的表現，它就產生了一些變化。最後形成了你的命運我呢也是一知半解，大家不用考我呢只是說告訴你已知的，還容易說的，好吧？你不要問，你看我最近發財了嗎？
对，这个很难講，我可能看不出來啊。好，今天就溝通這麼多。那咱們如果你喜歡的話，如果你覺得你還喜歡再聽這樣的內容的話呢，那你可以留言。如果留言多，覺得有必要的話呢，那我們就可以之後還再安排下一次，好吧？還有你想聽面相中的哪個部分，也可以說一說，說你希望了解的你自己，尤其你自己和你家人的一些問題哈，那你可以提前做一些準備，提前就把它留言在那裡頭。那我們呢，這些工作團隊呢，就把這些問題整理一下之後，我們再解釋說你留言當中的我們覺得有必要講的這個內容啊，來給你分享，好吧？好，所以歡迎大家留言，歡迎大家寫問題，我們呢一起來討論。我說我不是命相的專家啊，就是連半瓶子都不夠，所以呢不一定都說的都正確啊，所以歡迎大家來指導，也歡迎大家提問題啊。好，今天就到這裡吧，祝大家長命百歲，如意吉祥，我們下次直播再見。年度盛事來了！菩提禪修馬來西亞 PJ 寶林禪堂，一場融合科技與傳統的全新節慶體驗。藥師佛聖誕吉祥廟會熱鬧登場，光影加持語，沉浸式體驗佛光加持，佛光祈福機與佛互動，得佛祝福。西藏文化打卡點，經幡祈願，帶你跨越時空，感受來自雪域高原純淨的祝福。兒童填色比賽，動漫服裝比賽，綻放創意，親子同行，歡樂無限。文化表演，中華鼓震撼開場，文化舞蹈展現傳統之美，歡樂遊戲 DIY 手作親子同樂，樂趣無窮，免費贈送艾草錘，需符合條規，幸運抽獎，驚喜不斷，最新 iPhone、超大電視機等豐富大獎等你來贏取。2025年11月15至16日，菩提禪修馬來西亞 PJ 寶林禪堂邀您攜家人親友共慶藥師佛聖誕，人人得佛光加持，家家得健康吉祥。全家就覺得很吉祥，很舒適。Come here and experience it for yourself. I think it's a lot of fun and there's a lot of things to explore. 小的紅點裡，人生就此歡喜。我快樂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麗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讓我與你相遇。小小的紅點裡，人生變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寬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為有了你，生命變得更堅定，不憂憂慮。因為
慧了，我寬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為有了你，了解生命的真理，救尋的